一位专科学历、身体残疾的中年妇女，竟然操控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比特币洗钱案。她就是江湖人称花姐的钱志敏。早年间，她从中国非法集资400多亿，兑换成6.1万比特币，逃往英国，在英国住着月租16万的豪宅，在苏黎世买下30多万的钻石，在哈罗德百货买下78万的衣物，在梵克雅宝买入2块104万的手表。3.2亿带泳池的豪宅和10亿带电影院和健身房的豪宅已经在清单之上。也正是因为他想买房，直接引起了英国警方的注意，就此跌落神坛。一个看似最不可能的人，如何完成了如此惊人的原始积累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场惊天骗局的真相。细究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看起来是短本的东西，全都玩成了王炸。第一，他把残疾这个最大的不便玩成了隐身挂。咱们一般人想着干大事，不得到处跑关系见人脉啊，但他因为坐轮椅出个门都费劲，按理说这是致命的劣势吧？可你猜怎么着？人家干脆不出门了，直接宅在家里，全身心泡在网络游戏里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居然在游戏里打出了自己的事业，合伙人任江涛。就这么着，一个在现实世界里可能没人搭理的中年残疾妇女，在虚拟世界里摇身一变，成了能开出月薪3万，3年后给100万的幕后大佬。身体不便反而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，让他能彻底藏在网络后面遥控指挥。第二，他把没背景、没学历的空白简历玩成了神秘大师的人设。他一个大专毕业的普通销售，按理说搞高科技融资，谁信啊？一般人可能就卡死在这儿了。但钱志敏的思路清奇，既然真的没有，那我就造一个。他给自己编造了清华双博士、华尔街精英的头衔。这还不够，每次出场必戴面纱，坐轮椅，代号花花，搞得跟武侠小说里的神秘高人一样。更绝的是，他居然能忽悠得台下那些投资者，把他连人带轮椅给举起来，跟供奉神仙似的。他太懂了。当你的真实背景一片空白时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极致的神秘感把它填满，让人因为看不懂而产生敬畏，甚至盲目崇拜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踩风口的本事准得吓人。他在2014年，绝大多数人连比特币是啥都没听说过的时候，就已经用比特币挖矿的概念来圈钱了。他完美的抓住了2波狂热，一波是比特币的造富神话，另一波就是当时如野火般蔓延的 P2P 金融。他搞个废弃工厂，摆一堆破电脑，就敢说是大型矿场，还组织人去参观，利用的就是信息差。而且他深谙人性，每天给你反假小钱，让你尝到甜头。你觉得这是稳赚不赔？实际上他是在用后来人的钱给你画了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大饼。就靠这一手，他卷走了400多亿，还提前把一大笔钱换成了6万多个比特币，这简直就是给自己准备了全球通用的跑路金库。所以咱们复盘一下，你会发现钱志敏的成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逆向操作。他等于是把社会通常认为的弱点、残疾、低学历、没背景全部逆向利用，变成了博取同情、制造神秘、降低他人防备心的工具。很多人被骗，潜意识里可能都觉得一个残疾大妈能掀起多大风浪，结果偏偏就是她掀起了惊天巨浪。当然，我必须强调，这一切的本质是犯罪，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。他的案例与其说是个传奇，不如说是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当时监管的漏洞和人性的贪婪。他提醒我们，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，任何看似不可能的劣势都可能被犯罪分子扭曲成最危险的杠杆。如果说钱志敏在国内的骗局展现的是他对人性贪婪的利用，那么他接下来的逃亡计划更是出人意料。第一，他有个内部时钟，提前5个月就开始读秒了。这可不是我瞎猜，他是在2017年9月跑的，但准备工作从当年2月就启动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极其精准地嗅到了危险的味道。2017年初，国家针对 P2P 和虚拟货币的监管风声已经越来越紧，很多圈内人可能都有预感要出事，但像他这样果断并且能提前这么久精准布局的极少。他很可能通过某些不为人知的渠道获得了非常确切的信息，知道刀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落下来。这5个月就是他生死攸关的黄金窗口期。第二，他把400亿现金变成了 U 盘里的几串代码，这是最让我觉得科幻的一步。咱们想象一下，带着几个亿的现金跑路是什么概念？得用卡车拉吧，目标太大，根本不可能。但钱志敏的思路是降维打击，他通过地下钱庄和各种渠道把巨款全部换成了比特币。最绝的是，他把超过7万枚比特币就存放在一个硬件钱包里，而这个钱包可以轻松塞进一台普通的笔记本电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徒手拎着一个电脑包，里面装的就是价值几十亿甚至未来几百亿的资产。这不是简单的洗钱，这是资产的数字化压缩，是把一座金山变成了可以瞬间传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数据。这种
对新兴金融工具的理解和运用远超同时代的普通罪犯。第三，他像007一样，给自己准备了好几层画皮。为了跑路，他搞了2本假护照，一本是缅甸护照，名字叫 NANYIN， 另一本更绝，是加勒比海小国圣基茨的护照，花了25万美元买的，名字叫张雅迪。大家想想，这操作是不是很像电影里的特工，用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穿梭，让你查无可查？这背后绝对是一个专业的国际化的非法证件办理网络在支持，单凭他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么专业的操作的。第四，他规划的逃亡路线堪称蛇皮走位，他没直飞英国，而是设计了一条极其迂回的路线，先从中国想办法到缅甸藏起来，然后飞泰国，接着用圣基茨护照飞老挝，再从老挝飞到马来西亚，最后从马来西亚直奔英国伦敦。大家注意，这个时间点，他7月底离开中国，而中国警方在8月份才正式确认他是主犯。这个时间巧合得让人细思极恐，几乎可以肯定，国内有人在他逃跑后立刻给他报了信，而他选择在东南亚几个国家来回跳，目的就是扰乱视线，测试自己有没有被盯上。这反侦查意识简直是专业级的。第五，他选择英国作为终点站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为什么是英国？首先，那时候伦敦的豪宅市场简直就是洗钱天堂，你拿现金买几千万英镑的房子，审查相对宽松。其次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当时英国和中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，这意味着只要他成功踏上英国的土地，就像躲进了一个安全屋，被强行送回来的风险大大降低。再加上英国本身金融发达，比特币兑换方便，他可以尽情的把他 U 盘里的代码变成真实的别墅珠宝和奢侈品。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吗？整个逃亡计划环环相扣，从预警资产、处理身份、伪装路线、规划到最终目的地的选择，每一步都显示出惊人的预判和资源整合能力。这绝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跑路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利用全球规则漏洞的战略大转移。说它是犯罪界的教科书，一点都不过分。钱志敏费尽心机跑到英国后，并没有低调做人，反而在英国构建了一个堪称隐形帝国的地下王国。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他整个故事里最让人脊背发凉，也最具戏剧性的部分。首先，咱们看看他这个王国是怎么运作的。那反侦查手段专业的吓人。他到英国后，人生地不熟，就又玩起了在国内那套找白手套。他在一个华人网络社区里物色到了一个叫温简的华裔女性。这温简当时在中餐馆打工，生活挺不容易。钱志敏就用每月4000英镑的报酬，这在当时相当高了，把他雇来当助理，主要工作就是替他花钱，用比特币买各种奢侈品，甚至去买天价豪宅。钱志敏自己呢，继续躲在幕后，神秘兮兮的。后来他又找了一个马来西亚华裔叫林成福来帮忙。更绝的是，他居然从马来西亚招了4个没有英国合法工作签证的黑工来伺候他，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和安保。大家想想这招有多毒。这些人本身就是黑，在英国最怕的就是警察。钱志敏利用这一点，把他们变成了自己最可靠的防火墙，因为他们绝对不敢主动去报警或泄露他的信息。这还没完，他的管理手段严格的像军事化，他让所有为他服务的人都签保密协议，甚至规定未经许可不能给陌生人开门。他还下死命令，禁止使用任何中国的 APP， 不能用 WiFi 防止被追踪，出门必须随身带着所有身份证件，万一被警察盘问，要立刻在内部群里通风报信，但打死也不能说出他的真实情况。这哪里是个普通逃犯，这简直就是特工头目的做派啊！其次，他这么精密的布局，最后败露的方式却特别有戏剧性。纯粹是自己作死的他，让助手温简去买一套价值2350万英镑的伦敦超级豪宅，这么一大笔钱，在英国肯定要触发严格的反洗钱调查啊。当银行和律师问温简你这钱哪来的，温简根本解释不清这笔巨款的合法来源。这一下就引起了英国警方的注意，顺藤摸瓜就摸到了钱志敏这里。不过这里有个插曲，警方在2018年就搜查过他们一次，还查获了一些比特币，但当时没完全搞清楚状况，居然让钱志敏又溜了，消失了将近6年。直到2024年，警方监控到一个沉睡多年的加密钱包突然有动静了，才最终在英格兰北部约克的一所出租屋里把他逮住。听说被抓的时候，他慢跑裤的暗袋里还藏着一个存有价值几千万英镑加密货币的设备，这心理素质也是没谁了。最后也是这个案子最细思极恐、最让人睡不着觉的地方，那笔巨额比特币有相当大一部分不见了。根据法庭披露的信息，钱志敏在国内总共买了将近19.5万枚比特币，他跑路时带出来了超过7万枚，但英国警方最后成功没收的是多少呢？6.1万枚。这就出来个问题，带出来7万，找到6.1万，那剩下的将近1万枚哪儿去了？但这还不是最吓人的，
最吓人的是，当初那总共19.5万枚里，除去带出来的7万枚，还有大约12.5万枚比特币，自始至终就没出现在英国的记录里。他们像人间蒸发一样不知所踪。朋友们，这不是个小数目啊！按现在的币价算，这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的财富啊！这些钱去哪儿了？是被他通过更隐秘的渠道藏在了世界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，还是转移给了我们不知道的同伙，或者用于维持一个更庞大的尚未被揭露的犯罪网络？这成了此案最大的谜团。它也暗示我们钱志敏的故事可能远未结束，即使他坐了牢，但那笔天文数字的暗藏，像一颗不知道埋在哪里的地雷，让这个案件在看似落幕之后，依然留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和不安。所以你看，他最后在法庭上哭，他哭的也许根本不是忏悔，而是他机关算尽，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贪婪和炫耀欲。而他藏起来的那笔巨款，仿佛在嘲笑着法律的边界，也成了这起惊天大案最悬疑、最黑暗的尾声。你觉得他那消失的10几万枚比特币最终会去向何方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